安防等级再高的监狱也防不住美人计，几个亿的安保系统又如何？在 QQ 谈谈的春光面前都成了一文不值的摆设而已。眼前这个肤白貌美的长腿女人，就靠着自身那勾人的气质和迷人的腰身，成功将狱警变成胯下之臣。不仅在牢里靠贩毒赚得盆满钵满，甚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。一时间，这座著名的女子监狱成了整个美国的笑话。监狱长被气得直接原地爆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桃 K 档案，老司机们系好安全带，接下来就让黑桃 K 带你探索印第安纳州女子监狱的那些事。她叫玛莎拉，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女子监狱的一名重刑犯。8年前，她被指控杀害了60岁的房东夫妇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将尸体残忍肢解。警察从下水道、垃圾桶等10多处藏匿点找到了100多块人体组织，法医更是花了5个小时拼接，才勉强鉴定出了受害者的身份。但是在法庭上，玛莎拉不仅不认罪，甚至一脸无辜大喊冤枉，声称都是男友威胁她做的。不得不说，玛莎拉的演技那是相当可以，如果不是后续调查发现了证据，差点就被她蒙骗过去。事实上和玛莎拉说的正好相反，男友才是被操控的那个倒霉蛋。玛莎拉的洗脑功力比搞传销的可厉害多了，因为人家可是正经的高材生，精通犯罪心理学与微表情。不过可惜学到的知识没用到正经地方，只因和房东产生了一点小摩擦，就心生怨念，之后用各种手段怂恿男友下杀手。虽然在绝对证据面前，玛莎拉最后只能认栽，但入狱后她依然没停止作妖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玛莎拉宽衣解带向狱警小哥诉说心中之苦。如花似玉的妹子与自己坦诚相见，正直的狱警小哥早就把什么3从4德、恪尽职守抛到脑后，立刻脱下身外之物，在狱中来了一次深入交流。很快狱警小哥就被玛莎拉技术折服，只要有时间必然推心置腹，直捣黄龙。慢慢的，就像萝卜找对了坑一样，狱警小哥深陷玛莎拉的泥潭里无法自拔，甚至连心都交给了他，只要对方愿意，狱警小哥做什么都可以。看着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的狱警，玛莎拉知道猎物已经完全上钩，是时候开始她的越狱计划了。玛莎拉是个聪明人，她想得很长远，很清楚越狱后自己将成为通缉犯，到时候再想搞钱简直难上加难，所以她没有立即选择逃出去，而是准备先借助监狱小哥的权力搞点钱。玛莎拉让狱警小哥借助工作之便走私大量毒品进入监狱，然后他再以高价卖给监狱里的瘾君子。毕竟这个生意可是监狱的独一份，瘾君子也只能接受如此昂贵的价格。就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，玛莎拉迅速积攒了大量财富，接下来她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越狱大计。2008年8月的一个早晨，玛莎拉换上狱警小哥为她事先准备好的运动装，把囚服藏到了天花板后，竟光明正大的从厨房走了出去。而此时狱警小哥正在门外接应。就这样，他轻轻松松就离开了这座号称美国安全等级最高的女子监狱。随后，玛莎拉的照片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，被人亲切称为蛇蝎女魔头。新闻的大肆宣传，让监狱长的老脸彻底丢尽。要知道，玛莎拉可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从印第安纳州越狱成功的女囚犯。更让监狱长没想到的是，协助他越狱的竟然是他最信任的手下。一气之下，他换掉了近1/3看起来思想不单纯的狱警，并严厉禁止狱警和女囚犯私下接触，违反者直接开除。不仅如此，为了防止女囚犯再次上演美人计的戏码，监狱对他们的管控也更加严格。他们会穿上统一的橙色制服，入住统一的集体牢房，还得接受每天10公里的体能训练和4个小时牢房手册的学习，让他们每天都累得没有体力。看你们还怎么勾搭男人，还怎么跟男人翻云覆雨。同时，警方对玛莎拉的追捕一刻都没有停歇，毕竟这事已经成为了全欧洲的笑话。若是再抓不回来，那美国可就丢人丢大了。于是他们动用了大量警力，最终在4个月后，玛莎拉被重新逮捕了，而狱警小哥也被判了7年的有期徒刑。除了玛莎拉以外，监狱中的蛇蝎美人还有很多，比如这个纯欲眼睛妹。13年前，她残忍杀害了自己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，而原因竟然是因为她大姨妈来了，心情烦躁。尽管经过这么多年，但她依旧没有丝毫悔恨之意。面对镜头，她侃侃而谈，把杀死孩子说的和宰鱼一样轻松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会不会是她精神不太好？刚开始监狱方也是这样认为，毕竟虎毒不饲子。然而经过调查，眼镜妹不仅精神状态良好，而且还是一位拥有会计学和哲学双学位的学霸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用金星的话说，小姑娘还有2副面孔呢。其实，监狱中像眼镜妹这种拥有后妈人格的囚犯还不少，比如眼前这个俏皮可爱的小黑妹。黑妹因开车抢劫被抓捕入狱，年仅25岁的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。不过她一点都不担心孩子过得怎么样，在她看来，孩子乃身外之物。她说，虽然是我生的，但我没义务非要抚养。老娘立志要做黑帮老大背后的女人，孩子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。不得不说，摊上这么个妈，这俩孩子也够倒霉的。可黑妹的2个孩子还算是幸运的，起码还能在外面自由的生活，
而有些孩子从一出生就被困在了监狱里，堪称投胎界的反面教材。贾美丽今年22岁，因持枪抢劫被抓捕入狱。要知道，贾美丽当时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，而且在监狱生产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儿，狱警不会管你疼不疼，只要把孩子生下来。女囚犯的感受并不重要。贾美丽说，当时她生孩子的时候被狱警五花大绑在产房里，生产过程极其痛苦，就相当于强制顺产。现在想起来，她依然觉得头皮发麻。监狱对这种孕妇虽然有优待，但那仅仅也是为了可怜的小生命。贾美丽能住得上小单间，也是托孩子的福。面对镜头，贾美丽流下了泪水，或许她也觉得愧对孩子吧。看完这部纪录片，我忍不住发出感慨，原来女囚犯长这样啊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们应该长相凶狠，说话也满嘴脏话。相反，这些危险的女囚犯，她们看起来人畜无害，性格温和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。所以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被这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迷了心智。如果遇到了，也不要担心，把她们介绍给我。黑桃 K 愿意牺牲自己保护兄弟。好了，关于本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探索世界。